观之道为师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都说中医把脉很玄乎，其实只要你了解中医把脉的原理，中医把脉是为了获取什么信息，你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惑。中医号脉从古代一直被沿用传承至现在，足以可见它的强大生命力和科学性。中医自古便有号脉这一学问，望、闻、问、切是最普遍应用的技巧，尤其是切脉，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神奇性的技巧。真正厉害的中医，一号脉身体什么毛病都知道。中医号脉其实就是医生用手指触按病人的动脉搏动，以探查脉象，从而了解病情的一种诊断方法。其实中医把脉最关键不是为了诊断出一个西医病名，而是帮助辩证知道如何治疗和用药。要了解生病的脉象，首先得了解健康人的脉是怎样的。健康人的脉象称为正常脉象，一般是不浮不沉，不大不小，不强不弱，不快不慢，均匀和缓，节律整齐，又称为平脉或缓脉。平脉质数清楚，一息之间4至5次，相当于72到80次，节律强弱一致。脉象受体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生理的或暂时的变化也属正常，如年龄越小脉跳越快，婴儿脉急数每分钟120到140次，5、6岁儿童常为一息6至，每分钟90到110次，青壮年体强脉多有力，年老人体弱脉来较弱，成年人女性较成年男性脉细弱而略快，瘦人脉较浮，胖人脉多沉，重体力劳动，剧烈运动长途步行，饮酒饱餐，情绪激动，脉多快而有力，饥饿时则脉较弱。早期的切脉方法比较复杂，要切按头颈、手、足等多处部位的脉动，以后逐渐简化为只切按手腕部的脉搏，称为寸口诊法。在这短短寸许长的脉动部位上，古代医家做足了文章。他们将腕横纹向上约1寸长的这段脉动分为了寸、关、尺3部，左右手的寸关尺部位分属不同的脏腑，认为可以反映相应脏腑的病变。其中右寸反映肺的情况，右关反映脾胃，左尺反映肾，左寸反映心，左关反映肝，左尺反映肾与膀胱。仔细观察，大家可以发现，远端的寸部对应的是人体最上部的心、肺，中间的关部却对应肝、脾胃，近端的尺部对应肾、膀胱。如此小小的寸口，却俨然成为人体5脏6腑的全息窗口。仅此还不够，在切脉的时候，还要用3种不同的指力去按压脉搏，轻轻用力按在皮肤上为浮曲，中等度用力按至肌肉为中曲，重用力按至筋骨为沉曲。寸、关、尺3部，每一步有浮、中、沉3后，合称为3步9后。不同手法取到的脉临床意义不同，通常脉浮于外者并未浅，沉于里者并未深。切脉时还有许多讲究，首先要求安静，包括外环境的安静与医患两者心神的安静。患者在诊脉前要休息片刻，待安静后方可诊脉。医者切脉前一定要静心调整呼吸，并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指下，切静按1分钟以上。诊脉时，患者取坐位或仰卧位，手臂与心脏保持在同一水平位，手腕舒展，掌心向上。其次，切按时，医者用3指定位，即先以中指定好关部，再根据患者身高调整3个手指的疏密。若患者身材高大，不止1疏，矮小者不止1密，小儿则用1指诊脉，不分3步。学习诊脉必须了解正常的脉象，正常脉称为平脉、常脉，每分钟跳动70到80次左右，节律规则，脉形不粗不细，不浮不沉，不刚不弱。但正常脉象常随季节、年龄、性别、体质等多会有差异。
如春夏秋季的脉大多偏浮，而且搏动有力；冬季的脉多沉浮于里。年纪越小，脉搏越快；青壮年脉多强而有力，老年人的脉较弱；身材高大的人脉多长，矮小的人脉较短；瘦人脉多浮，胖人脉多沉。饱食后及情绪激动时，脉多快而有力；饥饿时，脉多软弱。如果发现相反现象，如冬天脉浮、胖人脉浮、瘦人脉沉等，提示脉象异常。李时珍脉诀总结了中医常见的脉象和主病，方便了我们后人的学习。接下来就是小关为大家整理的几种异常脉象以及动态图，可自行调节速度观看。浮脉，浮在皮毛，如水飘木，举之有余，按之不足。浮脉为阳，起病在表，寸浮伤风，头疼鼻塞。左关浮者，风在中焦；右关浮者，风痰在膈。尺脉得之，下焦风克，小便不利，大便秘涩。无力表虚，有力表实。浮颈风寒，浮齿中风，浮数风热，浮缓风湿，浮抠湿血，浮短气病，浮红虚热，浮虚属背，浮色血伤，浮如气败。沉脉，沉行筋骨，如水投石，按之有余，举之不足。沉脉为阴，起病在里，寸沉短气，胸痛隐邪，或为痰饮，或水与血。关主中寒，因而痛结，或为满闷，吞酸津急。齿主背痛，腋主腰膝，阴下湿痒，淋浊利泄。无力里虚，有力里实。沉迟故冷，沉数内热，沉滑痰饮，沉涩血结，沉弱虚衰，沉劳兼积，沉紧冷疼，沉缓寒湿。迟脉，迟脉属阴，相为不及，往来迟慢3至1期。迟脉主脏，起病为寒，寸齿上寒，心痛停凝。关齿中寒，症结挛筋，齿迟火衰，搜便不津。或病足腰，疝痛牵阴。有力肌冷，无力虚寒，浮齿表冷，沉齿里寒，迟涩血少，迟缓湿寒，迟滑脉满，齿微难安。滑脉，滑脉涕涕，往来流利，盘珠之形，合路之意。滑脉为阳，多主痰淡，寸滑咳嗽，胸满吐逆，关滑胃热，壅气伤食。齿滑病临，或为痢疾，男子溺血，妇人惊郁。浮滑风痰，沉滑痰实，滑数痰火，滑短气塞，滑而浮大，尿则阴痛，滑而浮散，中风瘫痪，滑而冲和，身蕴可决。涩脉，涩脉减滞，如刀刮竹，齿细而短，三项具足，涩为血少，易主经伤，寸涩心痛，或为征中。关涩阴虚，阴而中热，右关土虚，左关邪胀，齿涩遗淋，血力可决，应为胎病，无运血结。虚脉，虚和四行，浮大齿软，急乎寻按，机不可见。虚主血虚，右主伤暑，左寸心亏，经悸征重，右寸肺亏，自汗气切。左关伤肝，血不盈精，右关脾寒，食不消化。左齿水衰，腰膝痿痹，右齿火衰，寒症风起。实脉，实脉有力，长大而坚，应指浮浮，3后皆然。血实脉实，火热壅结，左寸辛劳，舌强气勇，右寸肺病，呕逆咽疼。左关见实，肝火胁痛，右关见实，中满气疼。左齿见之，便秘腹疼，右齿见之，香火抗逆。长脉，长脉条条，首尾俱端，直上直下，如寻长干，长主有余，气逆火盛。左寸见长，君火为病，右寸见长，满逆为定。左关见长，目视之殃，右关见长，吐郁胀闷。左齿见之，奔豚冲经，右齿见长，香火专令。短脉，短脉色小，首尾俱腹，中间凸起，不能满布，短主不及，尾气虚正。
短居主寸，心神不定；短见右寸，肺虚头痛；短在左关，肝气有伤；短在右关，膈坚未央。左齿短时，少腹必疼；右齿短时，真火不隆。红脉，红脉极大，状如洪水，来盛去表，滔滔满指。红为盛满，气涌火亢。左寸红大，心烦舌破；右寸红大，胸满气逆。左关见红，肝木太过；右关见红，脾土胀热。左齿红稀，水库变难；右齿红稀，龙火攀灼。微脉，微脉极细，而又极软，似有若无，欲绝非绝。微脉模糊，气血大衰，左寸精切，右寸气促。左关寒挛，右关胃冷。左齿得微，髓结筋枯；右齿得微，阳衰命绝。细脉，细脉而直，累累盈盈，状如丝线，较显于微。细助气衰，助虚劳损。细居左寸，争重不寐；细在右寸，呕吐气切。细入左关，肝阴枯竭；细入右关，胃虚胀满。左齿若细，泄离遗精；右齿若细，下元冷背。弱脉，弱脉细小，见于沉分，举之则无，按之乃得。若为阳线，真气衰弱。左寸心虚，精气健旺；右寸肺虚，自汗短气。左关目枯，闭苦挛急；右关土寒，水谷之和。左齿若行，故流可蒸；右齿若见，阴线可验。紧脉，紧脉有力，左右弹指，如绞转锁，如切紧绳。紧主寒邪，右主主痛。左寸缝紧，心满急痛；右寸缝紧，伤寒喘嗽。左关人迎，浮紧伤寒；右关气口，沉紧伤食。左齿见之，脐下痛急；右齿见肌，奔臀疝急。弦脉，弦如琴弦，清虚而滑，端直以长，指下挺然。弦为肝风，主痛主疟，主痰主饮。弦在左寸，心中必痛；弦在右寸，胸及头疼。左关弦息，痰疟真假；右关弦息，胃寒膈痛。左齿缝弦，饮在下焦；右齿缝弦，足挛疝痛。服弦之饮，沉弦悬饮。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弦大主虚，弦细拘急。阳弦头痛，阴弦腹痛；单弦引辟，双弦寒固。动脉，动如头尾，其动如豆；确确动摇，臂间滑数。动脉主痛，亦主于经。左寸得动，经济可断；右寸得动，自汗无疑。左关若动，经急拘挛；右关若动，心脾疼痛。左齿见之，往经为病；右齿见经，龙火奋训。促脉，促为急促，数尺一指，乳屈而绝，进则必死。促因火亢，亦犹勿停。左寸见促，心火炎炎；右寸见促，肺鸣咯咯。促见左关，血滞为殃；促左右关，脾功实滞。左齿缝之，宜滑堪忧；右齿缝之，灼热为灾。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把脉还是需要一定的经验才能执行的。小关今天分享这篇内容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简单做个初诊，如果发现异常，可尽快就医。那喜欢小关的话，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